话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我自己的感情就那么脆弱呢？啊，这个丧尸片我都能飙泪，丧尸片我都能飙泪，我也是服了。世界上真的有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存在吗？我就那么不相信，见鬼了吧！好了，不装了啊 ！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薇。哎，最近这几天呢，不是因为上海疫情的关系，我一直被隔离在家，已经60多天了啊，我也就只能在家里面追剧、打游戏，对吧？不过我跟你们说，这段时间我追剧追的还真的是蛮苦恼的啊，因为我最近看到的都是一些什么末日丧尸题材的剧，哎，但是这里面关于这感情的戏份。我是真的有点看不太明白啊！哎，你们看看啊，哎，比如《釜山行》这一段，人家马大叔啊，为了自己怀孕的妻子，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，对吧？明知道是刀山火海，万劫不复，也要挺身而出去救自己的妻儿，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说这对大学情侣，就没必要了。说你们毕业了还能不能走到一起还不一定呢，还不知道以后他是谁的老婆呢。啊，他被咬了，你就心甘情愿被咬死啊？图什么呀？活下来再换个女朋友，他不香吗？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挺渣的？还有啊，行尸走肉这一段啊，就更离谱了。话说这魂斗罗和罗西塔，他本来没什么感情，但是因为末日危机的原因，他们走到了一起。说实话，我原本以为这是患难见真情，相处时间久了嘛，这自然而然产生感情，对吧？可结果这男的一句话，彻底让老娘我绷不住了。When I first met you, I thought you were the last woman on earth. 咋的呀？这意思反正到这个节骨眼了，只要是个女的就行呗。说感情不感情的，我只是馋你身子而已啊。果然啊，这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啊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哎，你再比如我看的这部国产的丧尸烂剧拍的，那就很真实了。哎，这个护士小姐姐被感染了，她男朋友当场就吓尿了，眼看自己的女朋友都快被人打死了，她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平日里口口声声说爱人家，真有啥事儿了啊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对嘛，这才是末日下的真实写照。命都没了，还要个毛的爱情，还谈你妹的恋爱呀！活着啊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当然了，这种渣男也确实该死，小姐姐咬他也确实没啥毛病。哎，所以看到这里，你们说这爱情它真的靠谱吗？啊，当然了，正常生活上他谈一场恋爱还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。平时没事的时候一起约了啊，吃饭、看看电影、逛逛街啊，美滋滋。结婚之后平平淡淡、柴米油盐才是真，对吧？但是要是在这末日丧尸的背景下，到处都是病毒，到处都是丧尸。哎，你们说这个时候这感情到底还经得起考验吗？啊，不过这件事儿呢，我还真没啥发言权。但是啊，咱们可以去听听别人是怎么回答的，对吧？所以今天老娘我就化身情感博主，让我们去看看其他的一些 UP 主，当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会如何选择呢？如果你的伴侣被丧尸尸潮给包围了，而且他此时呢受伤了，没法跟你一起逃跑，他大喊着说：“别管我，你先跑！”此时丧尸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看着倒在地上楚楚可怜的他，你会怎么做？不好意思，瞒不住了，我要变身了。其实我是奥特曼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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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我男朋友倒在地上，一群丧尸围着我们过来了。突然之间，他们整整齐齐地跪在了地上，嘴里还咿咿呀呀地叫着。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瞒不住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给丧尸一个镜头特写，字幕搭配3年之计已到，恭迎龙王回家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，那我先自己逃命了。那肯定是带上一起逃跑啊，怎么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？没有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要死一起死。如果啊，你和你的伴侣都被丧尸咬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神秘人，他跟你说他有解药，但是呢，他只有一个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？如果我们两个只有一颗药的话，那我会吃一半，他会吃一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都成再生者啦。或者呢，我们把药 Ctrl 加 C 再 Ctrl 加 V， 这样的话就有2颗药了呀。我们也可以反问一下神秘人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怎么不吃？再或者呢，我们2个人都不吃药，直接躺平就算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他活不成，我也活不成了，我们2个死了都要爱。是不是还挺甜的啊？有没有被磕到呀？我是小学生，
能不能先把解药给我？你是老公，你就是我的责任。我觉得我会留给对象。把解药让给他，告诉他以后没有我在他身边了，要记得按时吃饭，要幸福。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，没关系，自己一定要幸福。燕子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，好吗，燕子？燕子！如果你提前知道明天就要爆发丧尸危机了，今天晚上你会打电话给谁？给小陈打电话，让他多给我几张金丝腰带芯片。你得30个亲戚保护我身边。我会打给苏醒，让苏醒想办法。正所谓，富人他靠科技，穷人他靠变异。喂，这还有那东西吗？把你们那个手里边药剂啊，给我寄个300斤啊。给威利蒙打电话，说我想当一个套马的汉子。给蔡打电话，让他给丧尸挑一个基尼太美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当然是给女朋友打电话，告诉我一定会去找你的。如果有一天丧尸危机爆发了，所有的通讯工具都不能用了啊，你和你的伴侣要如何会合呢？会合，那当然是卡住脱离，回初始点复活了。开玩笑啊，开玩笑啊！直接送人头被丧尸吃掉，然后再住个女孩给他会合，完美的计划。因为我住在楼上，我男朋友住在楼下。如果说通讯设备用不了的话，那我肯定就下楼去找他，他肯定会上来找我。正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它一点通啊！变成丧尸把女友吃了，不怎么会合。给自己开一个脑洞，让我跟女友给天堂会合。直接跑路，管什么男朋友嘛？在最受僵持的地方放一个信号弹，召唤他，或者让狗子去找他，带他过来。去第一次约会的地方等他。丧尸危机突然爆发了，你的伴侣被困在了家里。此时他给你打电话，楚楚可怜地说，让你去救他。哎，你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找他吗？停，暂时就不要交作业了。去救人头吧，去救那些不被定义的人头吧。喂，你说啥？风太大，我听不清。身上绑着炸弹和烟花，如果我可以和他安全配合，我皆大欢喜；如果我不幸在路上感染，我会拉响炸药，点燃烟花，告诉他能够在天上看见绚烂的烟花，不要害怕，那是我对他最大的爱。好好的活下去，不要死了。咋叫？谁敢出门啊？我唯一能做的还是让狗子去救你。丧尸危机爆发，这个时候你偶遇了你的男神或者女神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你发现他已经变成丧尸了啊！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？得不到就毁掉。爱情不分路，让人至死不渝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彭于晏，我终于配得上你了！变成丧尸，和他永远在一起，就算变成丧尸，也抵挡不住我爱你的那颗心啊！先这样，再那样，记住这。好了，听完了几位 UP 主的回答之后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觉得啊，一个比一个渣。好了，不闹了，开个玩笑啊。话说，如果真的有一天末日降临，那么你能想象在末日下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吗？也许是一通无人接听的电话，也许是离别前的一句忘了我要幸福，也许是牵着他的手从满是怪物的城里逃离，也许是在破旧的避难所里背靠着墙分最后一罐冒泡的可乐，也许是一个冷冰冰黑洞洞的枪口和压抑的温热的眼泪，也许是睡醒了朝窗外看，他正微笑着在废墟中向你走来。但是相爱吧，终有一散的人们。如果你也有一些关于爱和末日的想法，可以在这条视频下方分享，别等到不能爱了再说你爱他。